大家好，我是 Oliver 苏，今天要和大家来谈一谈狮球岭炮台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张1885年在法国画刊 Illustration 所刊登的淡水炮台，它的细部说明为在基隆鹰巢堡垒旁的淡水炮台。这个被法军称为淡水炮台的，其实就是我们称之为狮球岭炮台。皮皮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法军要称狮球岭炮台为淡水炮台？难道他们不知道淡水的位置吗？这里要向大家说明一下我的发现，以下是详细说明。法军当然知道淡水的位置，而且多次前往淡水了解清军在淡水的布防、新炮台、白炮台的火炮装备情形，封锁淡水河口的情形，所以法军才能够绘制第6号地图，详细记载在1884年10月8号，法军在3小时之内就以失败收场的法军淡水之役。从法军所绘制的第2号地图，描绘台湾北部地区，其中包含主要的河流淡水河，但是将上游的基隆河，他们认为是淡水河的上游，仍然命名为淡水河。法军的第3号地图所绘制的是基隆地区及附近法军所占领的地区，也是将我们称之为淡水河基隆河的河流称之为淡水河的上游，他们仍命名为淡水河。法军第8号地图所描绘的就是狮球岭炮台，因为法军认为附近有淡水河，所以说他们仍然称之为淡水炮台。因为这个炮台有法军步兵第1联队第2大队的23中队驻守 Lavageur 上尉为中队长，所以该炮台也称为 Lavageur 炮台。以上见解请教于专家学者前辈文史工作者，欢迎您在这个影片下留言，说一说您的认同或者不认同的看法，或与发现的证明证据。谢谢。加菲也问了一个问题，可以说明一下狮球岭炮台的历史与沿革吗？现在来说明一下狮球岭炮台的创建历史与沿革。狮球岭炮台建于光绪10年1884年，刘铭传为巩固海防，抵御法军入侵所建。狮球岭位置极为重要，为基隆通往台北盆地的第1道防线。法军于1884年10月1日第2次进攻基隆，由仙洞附近登陆，基隆海岸炮全毁，法军占领基隆市区。后因刘铭传将清军主力撤至水板角、汐止，法军占领了狮球岭炮台。清法战争后，清廷持续修建基隆的炮台。光绪19年1893年，狮球岭炮台加装火力配备为5英寸英国前膛炮1尊。光绪20年1894年为12寸前膛加农炮及6寸加农炮各1门，成为扼守基隆港口、屏障台北盆地的重要军事设施。1895年之前，清军的管带为姚喜明，日军侦查的资料显示，炮台司令为包忠光。甲午战争1894年，清廷挫败，将台湾割让日本。日军于1895年乙未年5月29日登陆澳底，展开占领行动。当他们于6月3日攻占基隆，并准备长期直入台北时，狮球岭因为其战略地位、防御优势，要上国际舞台。在此以卫之役，守将张兆廉提督、道员林朝栋、义勇、胡有胜等也曾驻防狮球岭，留下一夜抗日史诗。据闻日军
攻下狮球岭是因为清军台勇、广勇内夯而造成后来的战情的影响，让日军指挥官川村景明少将在倾盆大雨中意外攻下狮球岭。日本时代初期，明治33年（1900年）3月新建木山炮台，直到明治42年（1909年）才在施工计划中。1934年到1945年，狮球岭炮台火力有所变动，分别部署2门加农炮、1门野战炮。据历史研究者许玉良推测，是日军利用前清阵地配有牵引式大炮而没有固定建筑。骑士也等不及地问，是不是可以导览解说一下狮球岭炮台？谢谢。骑士很有礼貌哦。从这张绘图可以看出，这个标高150公尺的狮球岭炮台，二守着往台北盆地的交通要道，所以在清法战争基隆战役、乙未战争基隆战役，狮球岭已经成为兵家必争之地。狮球岭炮台格局为西、中、东3处区域，今日古迹的保存以中炮台为主，仅存一座炮座、弹药库、实造指挥所，主要材质是砂岩，配置方式是一字排开，营舍位于后方，墙角下设有尖拱形储弹孔，炮盘以及则成扇状平面，低处为大炮位置，稍高处原铺有弧形轨道，其前方的胸墙内有10个弹孔，以供紧急发炮之用。放射型的凹槽为排水沟。实造指挥所墙体以安山岩及三合土组成，屋顶为铁水泥构造，内部设有房间及回廊，墙厚约1公尺。从观景台看这张照片的说明一件事情：登泰山而小天下，登狮球岭而小基隆。在观景台北眺基隆港市美景，南望高速公路车龙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到此结束。Oliver 叔欢迎你的留言、按赞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订阅，期待下一支影片与你相遇。